大家好，我是小玉。我是做梦都没有想到，黄芪搭配茶叶是绝配，用处竟然这么厉害，解决了很多人的大烦恼。方法简单省钱又实用，赶紧一起来学一学吧。黄芪和茶叶是咱们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的两种食材，两种食材的营养价值都极高。把这两种食材单独分开来说，大家都特别的熟悉。但是要说把黄芪和茶叶放在一起，很多人可能这一辈子都没听说过。今天就来给大家分享黄芪和茶叶的搭配，学会之后比中了6合彩还要开心。首先我们准备这么一把茶叶，茶叶的品种非常的多，大家准备自己喜欢的就可以。我国是茶叶文化历史非常悠久的国家，相信茶叶家家户户都有吧。准备好的茶叶放进杯子里面，这个杯子一定要大一点哦。这里我再加了一点红茶进来，然后再把黄芪也加进来。黄芪不需要太多，像我这个黄芪片，它比较小一点，我们准备个10几20片就可以了。黄芪是非常常见的一种中药材，它的营养价值极高，基本上市面上常见到的，有根茎状的，也有这种切片好的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进行选择。准备好的黄芪，我们也把它放进杯子里面，接着往里面倒入煮沸到180度的开水，将它们烫一烫，水的量要多一点，要把所有的食材都打湿。然后取出家里面的筷子，用你的左手将它充分的搅拌均匀。在搅拌的过程中，利用水的冲击力，就可以把表面的灰尘和杂质冲刷得干干净净的。同时，高温的开水还具有消毒杀菌的作用。但是搅拌的时间不宜过长，时间太长的话，容易导致里面的营养成分流失。搅拌成这个样子，我们就能闻到特别浓郁的茶香和黄芪的香味了。现在用一个漏勺，把里面的茶叶和黄芪控出来。我在网上面看到许许多多朋友洗茶叶、洗黄芪的，都喜欢加一些面粉啊，或者是其他的东西，那样不仅繁琐，其实也没多大的意义。本来我们的茶叶就比较干净，用开水这样烫个1、2次就可以了。烫完茶叶和黄芪的，这个水也不要倒掉了，放在一旁完全晾凉后可以用来浇花，特别的好。接着将洗干净的茶叶和黄芪直接倒进锅里面，抖动2下漏勺，上面的茶叶和黄芪就全部倒进来了。然后加入适量的清水，有条件的朋友可以用井水会更棒哦。但不管是井水还是其他纯净水，或者是矿泉水，都要把它烧开。烧开后再加进来，接着盖上盖子，开火将我们的黄芪和茶叶再煮上15分钟的时间。整个过程我们用最小的火来煮。如果是茶叶的话，我们只需要用开水浸泡，就能把其中的营养成分和它的味道充分的浸泡出来。而黄芪大家都特别熟悉，它是植物的根部，那么里面的营养成分就很难被泡出来了。所以说生活中很多人直接用水泡黄芪，那个方法是不对的。我们一定要把火调到最小，让它再煮上15分钟的时间，锅里面一直保持一个沸腾的状态就可以了。只有这样才能把黄芪的营养成分煮出来。接下来再准备5粒枸杞，人到中年要多吃枸杞，对身体的好处特别多。而保温杯中泡枸杞也是非常经典的说法和做法。枸杞放进杯子里面之后备用，锅里面也已经沸腾够15分钟了，这个时候直接把火关掉，里面茶叶和黄芪的香味已经完全煮了出来，
里面的汤水也变成了这种的金黄色，光看起来就非常的好喝。我们用勺子盛出来看一看，茶叶已经完全被煮开，而里面的黄芪也已经完全被煮泡开了。这个时候，它们的气味已经完全被释放出来，营养成分也已经注入到了汤水里面。现在趁热将它盛出来，里面的茶渣子还有黄芪就不要盛了，直接将里面煮好的水盛入杯中，利用水的热气将枸杞进行泡发。常吃枸杞的朋友都知道，枸杞不能长时间的煮，所以呢，只能用这种的开水进行冲泡，这样才不会导致枸杞里的营养成分流失。但是对于许多的外行朋友来说，这一点他们并不知道，所以经常会把枸杞放到锅里面去，长时间的煮，那样煮过之后的枸杞都没有什么可食用价值了。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清楚。找一个勺子充分的搅拌搅拌，让枸杞充分的浸泡在水中。这样我们的黄芪茶叶枸杞水就做好了，清香扑鼻，闻起来超级好闻。锅里面剩下的茶渣子，我们也不要倒掉了，可以把它盛入保温杯里面，反复的浸泡上一整天。如果觉得泡起来麻烦的话，还可以以这种方式不停的煮，煮上个3-4次。这个时候水也没那么烫嘴了，我们就可以开始喝了。喝起来口感相当的不错，黄芪和茶叶这样搭配出来，黄芪的味道比茶叶的还要淡，喝起来呢，口感也好了许多。当然，如果你平时不太喜欢茶的这个苦味的话，那么可以在里面加上几粒冰糖进去，综合一下味道，这样会更好哦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黄芪茶水的做法，看似简单，实则呢，它的用处却一点都不简单，并且汤色看上去也非常的漂亮。以前的老人们都喜欢这样喝。其实呢，如果时间不够的话，我们把这2种材料加在一起，用水来泡也是可以的。但是由于我们的黄芪，它是植物的根茎部分，如果直接用水泡的话，是很难把里面的营养成分，还有它的味道以及用处泡出来的。所以说呢，咱们时间充裕的朋友，尽量以今天教大家的这种煮的方式，去把它煮出来，这样会更加的事半功倍。喜欢的朋友赶紧收藏起来试一试吧。那好了，我们今天分享就先到这里了，感谢你收看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，拜拜。